你知道吃过人的老虎究竟会变得多可怕吗？你见过能将一个成年人类吞进肚子里的蟒蛇吗？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环境的大力整治，世界各地的环境也在逐步恢复，而此时越来越多的大型食人动物也因环境的改善，重新出现在人类的视野里。所谓食人动物，就是指一些会捕食人类的动物。在自然界，虽然有能力杀死人类的动物有很多种，但大部分都不会主动攻击人类。而食人动物在特定的情况下，会将人类当作猎物进行捕食，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眼里，人类就是食物。这类动物对于人类来说是极其危险的。今天这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地球上最恐怖的8种食人野兽。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8个，老虎。你知道吗？老虎是有记录以来杀死人类最多的一种大型猫科动物。从18世纪到20世纪，在全世界至少有多达37万人死于老虎的袭击。在19世纪初期，单是在印度，每年平均就有1000多人被老虎咬死。其中一只被称为查姆帕瓦特的雌性孟加拉虎，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杀死了436条人命，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和儿童。从以上的数据中不难看出，老虎绝对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猛兽。而如今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食人野兽，在很多人的眼里却变成了可爱的大猫。这种认知错觉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要知道，老虎作为自然界的顶级猎食者，它的力量和凶猛程度是绝大多数动物都无法匹敌的。一只成年东北虎的体重最重可以达到700斤，它一掌拍下去的力量可以达到半吨，咬合力也接近半吨。这个大家伙如果想要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成年人类，就相当于我们碾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不过一般情况下，老虎并不喜欢吃人，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生病或者年老的虚弱老虎，由于丧失了捕食天然猎物的能力，从而不得不将目标转向人类。当这些生病的老虎吃过人之后，人肉的味道就会刻在它们的基因里，从而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这也正是为什么动物园里的老虎咬过人之后就必须处死的原因，因为尝过人肉的老虎极有可能会再次攻击人类。永远要记住，老虎天生就是一种食肉野兽，它的领地意识很强，捕杀其他动物是它们的本能。如果你不是武松，请千万不要闯入它们的领地。第7个，狮子。狮子是世界上现存体型第2大猫科动物，仅次于老虎。它是非洲大陆的顶级掠食者，也是最可怕的一种食肉野兽。你可能很难相信，即便是到了今天，在全世界每年仍有上百人被狮子杀死并吃掉。多年以来，狮子吃人的事件几乎从未中断，期间最为恐怖的一次就是查沃食人狮。1898年，在修建肯尼亚到乌干达的铁路期间，工程队曾遭到了2只狮子的频繁袭击。这2只狮子一到了夜晚，就会闯进铁路工人的帐篷中，将工人拖出去并吃掉。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这2头狮子一共吃掉了大约135名修建铁路的工人，在当时给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恐慌。查沃狮是生活在非洲东部的一种狮子，这种狮子体表光滑，没有鬃毛，它们从小就开始适应人肉，并会主动捕杀人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查沃狮的活动区域内曾经是阿拉伯人贩卖奴隶的必经路线，在路过这片区域时，中途经常会有一些生病的奴隶晕倒在路上，而生活在这里的查沃狮便会将路上倒下的奴隶吃掉。生活在这里的一些小狮子从小就跟随父母开始吃人，所以等他们长大之后便会将人类视为他们的猎物。除了查沃狮，其实大多数的狮子通常并不会主动捕杀人类，导致他们开始吃人的原因其实跟老虎一样，通常都是一些生病或者受伤的狮子，为了填饱肚子才有可能会捕杀人类。第6个，豹子。和老虎一样，豹子也会吃人，并且它可能比吃人的老虎更加可怕。1875年到1912年间，单是在印度，死于豹子袭击的人数就高达1万多人。与老虎一样，它也是一种大型的食肉野兽。豹子的体型虽然没有狮子和老虎那么大，但是它们肌肉发达，四肢强壮，力量与速度也碾压绝大多数的猫科动物。之所以说它可能比老虎更加可怕，是因为豹子这种动物的隐秘性很强，它们身上的斑点豹纹可以帮助它们更好的隐藏自己，从而可以使它们活动在一些人类密集的地方。除此之外，它的跳跃能力与敏捷性也很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较于狮子老虎，豹子的胆子更大。在印度的一些村庄，野生的花豹经常在夜间冲进人类的房屋，将熟睡中的儿童甚至大人咬死并拖走。而且这些吃人的豹子并不是因为生病或者受伤才伤害人类的，它们大多数都是健康的雄性花豹。相较于狮子和老虎来说，豹子可能更喜欢吃人。一旦吃过一次人，多数情况下它们就会再次捕杀人类。在20世纪初期，一只雄性的花豹在印度北部的帕纳尔地区造成了至少400多起致命的袭击。之后的多年来，在印度关于豹子吃人的事件几乎从未中断，非常可怕。第5个，狼。狼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犬科动物，它的种类有很多种，其中最大的一种就是北美的灰狼。
这种狼成年后的体长最长可达2米，体重最重接近200斤。它们有着强壮的体魄和锋利的犬齿，在野外可以捕杀各种大型猎物。即便是驼鹿和美洲野牛这样的大型动物，北美灰狼也有能力将其猎杀。要知道，一头成年北美灰狼的咬合力最高可达600多斤，它们可以轻易地咬穿我们的皮肉，并撕裂我们的肌肉组织。再加上这个家伙还是群居动物，一群狼如果想要杀死一个成年人类，基本上毫无压力。不过一般情况下，狼并不会主动捕杀人类，反而绝大多数的狼其实都是惧怕人类的。但也有个别的情况会使狼变得极具攻击性，比如一些患上狂犬病的狼，这种狼通常会变得非常暴躁，它们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周围的一切事物。另外就是一些与人类接触过的狼，或者被人类投喂过的狼，这些野生的狼一旦接受过人类投喂的食物过后，就会降低对人的恐惧，从而更容易接近人类，这就会导致狼袭击人的可能性变高。要知道，狼是一种非常狡猾的动物，它们在攻击人类时会分辨年龄、体力以及健康情况。一般来说，狼会优先选择一些老弱病残进行攻击，特别是儿童，非常可怕。第4个，鳄鱼。鳄鱼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动物之一，早在2亿多年前，它们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直至今日，它的外观和样貌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世界上现存的鳄鱼种类多达18种，体型最大的一种名为湾鳄，它的另一个名字叫食人鳄。这种鳄鱼的体长最长可达7米，体重最重可达1吨以上。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湾鳄的性情凶猛，领地意识极强，一旦有人或动物靠近它的领地，无论饿不饿，它都有可能对其发起致命的攻击，非常凶猛。而我们人类就在它的食谱之内，也就是说，在湾鳄的眼里，人类与其他野生动物一样，都是猎物。它们捕杀人类的目的也非常简单，纯粹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再有就是这个大家伙的咬合力是陆地上现存所有动物中最强的。据估计，一只体重为1吨以上的湾鳄，咬合力最大接近3吨，它一口下去可以直接将我们的身体截成2半。1945年的2月19日，在拉姆里岛战役中，日本兵曾经被英国兵围困在一个红树林里，而这片红树林就是上万条湾鳄的栖息地。仅仅过了一个晚上，多达上千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就被湾鳄吃的只剩下20个，非常残忍。除了湾鳄之外，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尼罗鳄也非常可怕。据估计，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被鳄鱼杀死的人数高达上千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尼罗鳄和湾鳄造成的。尼罗鳄里最著名的就是古斯塔夫鳄鱼。古斯塔夫是一只雄性的尼罗鳄，这条尼罗鳄的体长估计超过了6米。自90年代起到2004年，但是这一只鳄鱼就杀死了300多人。直至今日，这条恐怖的食人鳄仍没有被抓到。要知道，鳄鱼的寿命最长可达100年，也就是说，古斯塔夫鳄鱼很有可能还游走在尼罗河里。第3个，蛇。不得不说，蛇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让人恐惧的动物之一。它们除了拥有让人看见就头皮发麻的外表，还携带着非常恐怖且致命的毒液。虽然世界上能把人毒死的毒蛇有很多，但是真正有能力吃人的蛇却寥寥无几，只有极少数的蟒蛇能够吞下成年的人类。2017年3月25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偏远村庄里，一名25岁的男子在前往收割庄稼时失踪。2天过后，人们在一条长达7米的网纹蟒的肚子里发现了这名男子的尸体。2018年的6月14日，同样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一名54岁妇女也被一条网纹蟒杀死并吃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儿童也遭到了同样的伤害。经过研究，人们发现会吃人的蛇多数都是一些体型巨大的无毒蟒蛇，无论什么品种，只要体型允许，它们都有可能会捕杀人类，非常可怕。第2个，非洲冠雕。非洲冠雕也叫冠鹰雕，这是生活在非洲大陆的一种大型猛禽，它是人类已知现存唯一的一种会捕食人类儿童的鸟类。非洲冠雕的体型很大，它的体长最长接近1米，翼展可达 1.8 米。在野外，它主要靠捕食各种哺乳动物为食，有时候也会捕杀其他鸟类和爬行动物，但很少会像秃鹫那样吃腐肉。也就是说，这个家伙的食物 90% 都是靠杀死其他动物获取的。这个家伙长有镰刀状的爪子，杀伤力非常强大，它可以轻易的撕裂猎物的皮肉。在捕杀猎物时，它能够将自己的爪子刺进猎物的头骨，给猎物造成致命一击。等猎物丧失逃跑能力之后，冠鹰雕就会利用嘴里那锋利的鸟喙，配合上锋利的爪子，将猎物一点一点的肢解成碎块，然后带进自己的巢穴吃掉。除此之外，这种猛禽还特别喜欢捕食灵长类动物，可能正是因此才会出现非洲冠雕捕食人类儿童的事件发生。虽然至今为止并没有关于非洲冠雕吃人的记录，但是人们曾在它的巢穴中发现过人类儿童头骨的碎块，也有目击者看到过非洲冠雕攻击了一个7岁的男孩。由此可见，这种大型猛禽很有可能会捕杀人类儿童，非常可怕。第1个，熊。熊是一种颜值非常高的动物，无论是哪种熊，看上去给人的感觉都非常可爱。
但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所迷惑了。这个大家伙实际上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食人野兽，在一些地区，熊的可怕程度甚至都超过了老虎。要知道，一头成年棕熊的体重最重可达1000多斤，它们站立起来的身高最高接近3米。这个大家伙一掌拍下去的力量可达1吨，咬合力更是高达半吨以上。一旦遭到这个大块头的袭击，生还的几率几乎非常渺茫。千万不要忘了，熊是一种杂食性动物，并不是草食性动物。当食物稀缺的时候，它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捕杀其他动物，包括人类在内。更可怕的是，熊在抓到猎物后，并不会将猎物直接杀死，而是利用巨大的熊掌将猎物按在地上，然后先吃猎物的四肢，最后才吃猎物的内脏。也就是说，被熊抓到的猎物会眼睁睁地看着熊将自己吃掉，非常可怕。另外就是关于遇到熊之后装死有没有用，答案是没用。因为熊除了是杂食性动物，它还是一种食腐动物，别说装死，就是真死了，如果被熊发现，它也很有可能将尸体给吃掉。如果想要避免不被这些大型野兽吃掉，其实办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永远不要进入它们的领地。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地动物是什么吗？你见过体重超过10吨的四脚兽吗？一提起陆地上现存体型最大的动物，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大象。其实除了大象，陆地上还生活着很多种体型非常巨大的野兽。由于这些个巨型野兽多数都生活在远离人类栖息地的野外，所以想要亲眼见它们一面，难度会相当的大。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参观一下这些陆地上的巨无霸。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印度野牛。印度野牛也叫白枝野牛，它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牛科动物。一头成年印度野牛的体重最重可达 1.5 吨，体长最长可达 3.3 米，肩高可达 2.2 米。这种野牛主要都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的热带地区，通常都栖息在一些远离人类居住地的原始阔叶林里，在我们国家的云南地区也有少量分布。如果你在野外有幸遇到了这个大家伙，请千万要保持警惕，因为印度野牛是野兽，并不是家养的牲畜。它的性情非常凶猛且暴躁，并且在野外不惧怕任何动物，即便是凶猛的孟加拉虎，也不敢轻易的招惹一只成年的印度野牛。印度野牛浑身长满了肌肉，它的四肢强壮有力，一脚踢出去的力量最高可达1吨以上。它的头部还长有一对长达1米的尖锐牛角，在发起攻击时，它可以利用锋利的牛角将敌人刺伤。另外，这个大家伙还是一种群居动物，一旦有一头野牛遭到攻击，就会引来一大群印度野牛前来支援。这也正是孟加拉虎不敢轻易攻击印度野牛的原因之一。在野外除了人类之外，它们几乎没有天敌。第9个，长颈鹿。长颈鹿相信各位领导都比较熟悉，它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陆生动物。这种动物原产于非洲，主要都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稀树草原上。长颈鹿共分为9个亚种，不同亚种之间的体型外貌都会有所差异。其中体型最大的一个就是马赛亚种。马赛长颈鹿也叫乞力马扎罗长颈鹿，它原产于东非。这种长颈鹿的身高最高可达 5.5 米，体重最重接近2吨。它们的幼崽刚一出生就有 1.8 米的身高，出生后20分钟就能够站立，几个小时过后就可以奔跑。但即便是这样，绝大多数的长颈鹿幼崽也很难活到成年。你知道吗？长颈鹿幼崽的存活率很低，由于生活在野兽横行的非洲大陆，它们的幼崽经常会遭到狮子以及豹子这些野兽的攻击。据估计，每年只有大约1/4的长颈鹿幼崽能存活至成年，绝大多数幼崽都逃脱不了被捕杀的命运。不过它们一旦顺利长大，存活率就会高得多。第8个，爪哇犀牛。它是世界上现存最稀有的犀牛，目前只分布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数量估计仅为70多头。爪哇犀牛是一种独角犀牛，它们主要都生活在一些潮湿的森林以及沼泽地。这种犀牛的体长最长可达 3.5 米，体重最重可达 2.3 吨。与大多数的犀牛一样，爪哇犀的身上也披着一层看上去类似于盔甲一样的厚皮。雄性爪哇犀的头部长有一个长度约为20厘米的犀牛角，雌性则没有。由于它的这个角是所有犀牛里最小的，因此它也被称为小独角犀。你可能很难相信，这个家伙虽然体型很大，但是胆子却很小，稍微有些风吹草动，爪哇犀便会转身就跑。即便是迫不得已需要防御时，它们也不会将自己的牛角当作攻击武器，而是利用嘴里的獠牙去啃咬敌人。再有就是这种犀牛在清朝时期也生活在我们国家，后来只因一句犀牛角可入药，它们便遭到了大批偷猎者的捕杀。到了1922年，在我国境内的最后一头爪哇犀牛被杀死，自此之后再也没有人在中国见到过野生的犀牛。第7个，黑犀牛。黑犀牛也叫钩唇犀牛，这是原产于非洲东部和南部的一种双角犀牛。
黑犀牛的鼻子上方长有两只实心的犀牛角，前面的犀牛角长度可达 1.4 米，后面短一点的犀牛角最长可达半米。这两只犀牛角就是它最主要的攻击武器。黑犀牛的体长最长可达 3.75 米，肩高为 1.8 米，体重最重可达 2.8 吨。这个大家伙的性情非常凶猛且暴躁，他们一旦感觉到威胁，就会立即面向敌人，然后拖动着他那2吨多重的身体，以最快每小时55公里的速度冲向敌人，然后利用头部那尖锐的犀牛角，狠狠地刺向任何可能威胁到他的人或动物。有时候即便是一动不动的树，也有可能会遭到黑犀牛的攻击。这个家伙在野外除了人类之外，几乎没有天敌。最有可能威胁到他们生命的动物，其实是他们自己。由于大多数黑犀牛的脾气都不太好，所以它们同类之间经常会发生同类互殴的现象，而且它们的致命战斗发生率是所有哺乳动物中最高的。据估计，大约 50% 的雄性黑犀牛和 30% 的雌性黑犀牛都是因同类之间的打斗才死亡的，非常凶猛。第6个，河马。河马一直是被人类低估的一种大型野兽，你知道吗？河马不仅体型庞大，它还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这个家伙的危险程度其实比狮子还要高。河马是一种生活在非洲热带地区的一种半水生哺乳动物，它的体型巨大，杀伤力极强。一头成年河马的体长最长可达5米，体重最重可达3吨以上。它还长有所有陆地动物中最大的嘴巴。河马的嘴巴张开可达90度，它的嘴里长有粗壮的獠牙，一口咬下去的力量最高可达1500多斤。无论是可怕的鳄鱼还是凶猛的狮子，在河马的面前都不足为惧。再有就是它们看上去虽然比较笨重，但实际上非常灵活。在陆地上，它的奔跑速度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30公里。这个家伙的领地意识极强，一旦有人或者其他动物靠近它，河马就会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在非洲地区，每年单是死于河马攻击的人数就高达500多人，而狮子每年造成的致命性伤害也仅为200多人。由此可见，河马的确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动物。第5个，印度犀牛。印度犀牛也叫大独角犀牛，它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独角蜥。这种犀牛原产于印度次大陆，主要都分布在印度、尼泊尔以及孟加拉国。它的体长可达 4.2 米，体重最重可达4吨，肩高最高可达 1.86 米。这个大家伙的皮肤又厚又黑，看上去就像是披着一层厚厚的铠甲一样，给人的感觉非常威猛霸气。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它的皮肤褶皱之间实际上非常娇嫩，特别容易受到蚊虫以及一些寄生虫的叮咬。为了防止遭到叮咬，印度犀牛经常会利用泥潭里的泥裹满自己的皮肤，以此去达到驱虫的效果。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可以驱除寄生虫，还可以防止蚊虫的叮咬。这种犀牛通常都是单独活动，在野外它们主要以各种植物为食。另外，它的性情也非常暴躁，它们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并且会主动攻击一切生物。有时候即便是比它体型还要大的大象，印度犀牛也敢对其发起攻击，非常野蛮。第4个，白犀牛。白犀牛是生活在非洲大陆的一种犀牛，它是现存的5种犀牛中体型最大的一种。这种犀牛的体长可达4米，体重最重可达4吨以上。它的头部长有2个犀牛角，前端的那个角最长可达 1.6 米。这种犀牛主要都生活在非洲的南部和东北部，通常都栖息在一些丛林、草原以及平原地区。在非洲，白犀牛共分为2个亚种，一个是南部白犀牛，一个则是北部白犀。而这个北部白犀牛到了今天为止，在全世界仅剩下2头，并且都是雌性。这也就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物种可能会从世界上彻底灭绝。导致北部白犀牛种群数量减少的原因就是偷猎。由于犀牛角在全世界的价格都非常高昂，因此就会吸引来大批的偷猎者对白犀牛进行猎杀。到了2018年3月20日，世界上最后的一头名为苏丹的雄性北部白犀牛在肯尼亚去世，从此世界上的雄性北部白犀便彻底灭绝了。第3个，非洲森林象。非洲森林象也叫非洲圆耳象，它是现存的2种非洲象之一。森林象原产于西非和刚果盆地的热带雨林里，它是现存的所有大象中体型最小的一种。森林象的身高最高可达 2.5 米，平均体重也就在 3.5 吨左右。与其他的大象一样，它也是群体活动，一群通常为2到8头。这种大象主要都生活在一些水汽充足的热带雨林里，在这里它们主要以一些树叶、果实以及树皮为食。它之所以被称为圆耳象，就是因为森林象的耳朵轮廓相对比较圆，它的象牙通常长得也比较直。另外，森林象的孕期是所有陆地哺乳动物中最长的，它的孕期长达23个月，每次只能产下1个幼崽。一只雌性森林象一辈子最多只能生下5个孩子，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带娃时间比较长，因为每生下1个幼崽，象妈妈就需要耗费5年的时间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在这5年时间里，它会一直守在自己的幼崽身边，几乎一刻也不会离去。等到幼崽能够学会基本的生存技能的时候，森林象才会考虑要不要下一个孩子，非常尽责。第2个，西兰象。
西南象也叫斯里兰卡象，它是现存体型最大的亚洲象亚种，也是亚洲现存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虽然印度象的数量和分布范围远超西南象，但在生物分类学上，西南象才是最具代表性的亚洲象。西南象的身高可达 3.4 米，体重最重可达7吨。这种大象主要都分布在斯里兰卡的森林里。它除了体型稍微大一些之外，整体特征都与普通的亚洲象无异。这个大家伙成年后一天就需要吃掉大约400多斤的食物。在野外，它主要以一些树叶、树皮以及果实和一些草本植物为食。一些细心的领导此时可能会发现，这个大家伙几乎没有象牙。其实在很久之前，雄性西南象是有象牙的，只不过长有象牙的西南象在很久之前遭到了大批量的捕杀，所以如今在野外很难找到长有象牙的西南象。据估计，至今为止在全世界仅有 5% 的野生雄性西南象长有象牙，大部分都没有。第一个，非洲草原象。毫无疑问，非洲草原象就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陆地动物。一头成年草原象的肩高接近4米，体重最重可达10吨以上。它从头到尾的长度最长可达 7.5 米。非洲象与亚洲象不同，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的非洲象，嘴巴里都长有长长的象牙，看上去非常威猛，并且它们的性情也比亚洲象凶猛得多。特别是成年后的雄性大象。非洲象虽然也喜欢群居，但是成群活动的多数都是母象。成年后的雄性非洲草原象通常都是独居的。这些个单打独斗的雄性草原象非常易怒，一旦受到刺激就会立即进入狂暴状态，此时它几乎会攻击周围的任何事物，非常凶猛。这个大家伙在非洲草原上所向披靡，除了人类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动物可以威胁到它们。另外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被人类驯化的大象，绝大多数都是亚洲象。亚洲象的体型虽然没有非洲象大，但是智商却要比非洲象高，驯化难度也相对较低。而非洲象生性暴躁，杀伤力极强，并且非常不容易被驯化，相当凶猛。所以各位领导外出去往有大象的地方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分辨它的种类，并不是所有的大象都是温顺的。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河豚毒素究竟有多可怕？你知道世界上毒性最强的鱼是什么吗？你见过吃上一口就能让人一命呜呼的毒鱼有多恐怖吗？你可能很难相信，世界上有毒的鱼类数量实际上比毒蛇还要多。在全世界多达36000多种鱼类中，单是携带毒素的鱼就高达1200多种。这些毒鱼几乎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所有栖息地，在全世界几乎每年都会有人因误食或者接触到这类毒鱼，导致中毒而丧命。今天这期视频，黑兔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世界上最可怕的8种剧毒鱼类。大家好，我是黑兔，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8个，黄边裸胸鳝。眼前的这个长得很像蛇的动物名为黄边裸胸鳝，也叫黄边海鳗。它并不是蛇，而是一种带有剧毒的海鳝。这种鱼的体长最长可达1米，它的嘴里长有非常锋利的牙齿，性情凶猛，攻击性极强，一口下去就可以轻易的咬断我们的手指。它的血清中含有一种有毒蛋白，这是一种神经毒素，一旦误食就会导致人体的神经系统失常，肌肉麻痹，呼吸困难，严重的也有可能会丧命。这个家伙的毒性与它的生活环境和日常饮食以及季节变化等因素相关，通常到了冬季，它的毒性是最强的。至今为止，人们仍没有研制出对抗黄边裸胸鳝的特效解药，中毒之后只能采取传统的医疗手段进行救治。这种鱼主要都分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热带和亚热带海域，在我们国家的台湾省比较常见。虽然大多数的裸胸鳝都可以食用，但是一定要注意辨别它的种类，如果一个不小心吃了有毒的裸胸鳝，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第7个，波纹裸胸鳝。它也是一种带有剧毒的裸胸鳝，不同的是，这种波纹裸胸鳝只有在个别的地方才会产生剧毒。这种裸胸鳝的体长可达 1.5 米，它通常都活动在水下9到110米的温带水域。在水里，它主要以鱼类、章鱼以及甲壳类动物为食。它与大多数的裸胸鳝一样，嘴里也长有一口锋利的牙齿，性情也异常凶猛。一旦有人或动物闯入它的领地范围，这个家伙就会主动发起攻击，非常可怕。波纹裸胸鳝主要都分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在我们国家的西沙群岛、台湾海域以及福建沿海等地都有分布。之所以说它在个别的地方才会携带剧毒，是因为波纹裸胸鳝本身并没有毒，但如果经常生活在珊瑚礁上的裸胸鳝，由于长时间食用一些剧毒藻类，慢慢的就会在体内聚集一种血卡毒素。体型越大的裸胸鳝，体内聚集的毒素也就越多。这种毒素对于鱼类自身并没有危险，但是对于人类却可以致命，并且这种毒素的毒性极强，即便是经过高温烹煮，也无法将其分解。所以这种波纹裸胸鳝虽然并不全都携带剧毒，但为了自身的安全，还是尽量不要食用。第6个，爪哇裸胸鳝。
本期视频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裸胸鳝，是因为这种鱼本身是一种食用鱼类，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地方都有人吃。但是由于这种鳝鱼的种类较多，很多人都无法分辨哪种有毒，哪种没毒，所以黑土就找出了其中毒性较为强烈的几种，希望各位领导注意辨别。爪哇裸胸鳝也带有剧毒，它是一种非常凶猛的肉食性鱼类，也是裸胸鳝里最大的一个亚种，主要都活动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爪哇裸胸鳝的体长最长可达3米以上，它通常都栖息在水下50米深的珊瑚礁上，主要以一些鱼类、虾类为食。这个家伙的体内多数都携带雪卡毒素，一旦误食，极有可能会引起中毒，甚至死亡。它的嘴里也长有非常锋利的牙齿，一口下去可以对我们的皮肤造成巨大的伤害。生活在珊瑚礁上的爪哇裸胸鳝几乎没有天敌，在这片区域内，它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相当凶猛。第5个，赤红。赤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黄鲷鱼，这是一种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域的软骨鱼类。它的体长可达1米以上，尾部长有一个细长的尾刺，这根尾刺的末端为锯齿状，可以轻易地刺入我们的皮肤并释放毒液。它的毒液会引起剧烈的疼痛和肿胀，严重的可能会导致休克、感染甚至死亡。更为致命的是，被它刺伤后，由于尾刺的两侧长有倒着的锯齿，所以当尾刺拔出来时，就会撕裂我们的伤口，从而给我们的身体造成更大的损伤。如果不小心被这种鱼刺伤，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治疗，千万不可大意。不过大多数的黄鲷鱼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通常只有在受到威胁时，它才会利用尾部的毒刺进行防御。再有就是它的毒刺虽然看上去软软的，但实际上非常锋利，一些体型大一点的黄鲷鱼可以直接利用尾刺刺穿我们的身体。2006年9月4日，一位名叫史蒂夫·欧文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在拍摄一条大约为2米长的黄鲷鱼时遭到了攻击，他的心脏被黄鲷鱼刺穿，最终导致失血过多而死，非常危险。第4个，香豚。眼前的这个呆萌的小家伙名为香豚，也叫盒子鱼。这种鱼长相奇特，看上去就像一只古怪的小盒子。它们缓慢地游走在海洋里，看上去非常可爱，但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迷惑了。这种鱼的身上布满了毒素，当受到威胁时，它的皮肤会向外分泌出一种神经毒素，这些毒素会散布在周围的水中，一旦有其他鱼类靠近，就会被毒死。更为致命的是，有时候即便是香豚自己，也有可能被自己释放的毒素毒死，非常可怕。这种鱼的体型不大，它的体长通常也就在20厘米左右，身体颜色多种多样。成年的雄性香豚背部多数都会长有艳蓝色的斑点，它是一种底栖鱼类，一般都活动在沿岸浅海的岩礁水域。如果你在海边遇到这种模样的鱼，千万不要好奇，请第一时间远离它，因为它的毒性大约是氰化物的上百倍，足以杀死一个成年人类，非常可怕。第3个，河豚。这是一种长相可爱但毒性极强的鱼类，它主要都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洋里，也有少量生活在淡水中。在全世界，河豚的种类多达200多种，但是在我们国家就有多达40多种。这种鱼的体内含有一种名为河豚毒素的化合物。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河豚这么可怕，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吃呢？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清楚，毕竟我也没吃过，只知道供人们食用的河豚多数都是人工养殖的。这类河豚的毒性通常没有野生的毒性强，但在吃之前也必须经过专业的料理师处理过后才可以食用。对了，再有就是河豚的毒性极强，不能够通过烹饪、冷藏或者干燥等方式分解。河豚毒素也没有任何解毒剂，也就是说一旦误食了剧毒的河豚，死亡率会非常的高。第2个，狮子鱼。这是一种原产于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的珊瑚礁鱼，它主要都生活在海下50米左右的珊瑚礁内。狮子的学名为梭游，它的体长最长可达47厘米，平均寿命约为10年。这种鱼的背鳍上长有10几根毒刺，这些毒刺可以向外释放致命的毒液，人体一旦被狮子鱼刺伤后，轻者会导致极度疼痛，重则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这种鱼通常都是单独活动，在海里它主要靠捕食各种鱼虾为食，在珊瑚礁环境中它是顶级掠食者，几乎没有任何动物能威胁到它。如果你有幸遇到这种漂亮的狮子鱼，千万不要徒手去触碰它，如果一个不小心被它刺伤，那种疼痛感将是你一辈子也无法忘记的。第1个，石鱼。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鱼类，石鱼也叫毒鼬。这种鱼的体长约为30厘米左右，它主要都分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热带浅水中，通常只在水底活动。石鱼的外表看上去就像是一块石头，它如果一动不动地趴在水底，就可以将自己的身体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让人很难发现。此时如果你一个不小心踩到它，那么极有可能会一命呜呼。因为石鱼的背部长有很多毒刺，当它们受到威胁或被踩到时，背部的毒刺就会竖立起来，然后刺穿我们的皮肤，并向外释放大量的毒液。人体在中毒后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呼吸困难，浑身剧烈疼痛。如果没有在短时间内得到救治，中毒1个小时过后，我们的皮肤就会变成蓝色，紧接着就会胡言乱语，最后因呼吸麻痹失去知觉死亡。通常中毒后的2个小时内如果没有注射解毒剂，基本上必死无疑，非常可怕。
如果你在海边游泳或者潜水，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脚下，避免不小心踩到这种剧毒食鱼，从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